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延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炳凤，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宇洲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台南市议员备少将于本成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首先一开始要恭喜台湾，恭喜台北市民。那讲完，那正式说跟辉达通过了视讯的电话，辉达会落脚在 T17、18。OK， 这件事情。前一阵子闹了这么多的一段，绕了这么大一圈，那确定的落脚在这。那台湾在未来，那因为辉达的这样进驻，对台湾未来一定会有很大一些的影响。那好，要恭喜我们全台湾的一些民众。当然，过程大众的一些讨论，但最好结果是这个样，是好的。OK， 那除了这个以外，当然你会关心到，对于黄昌总召来讲，那媒体上所报道出来的，他是不是有所谓的大账房跑到香港去，类似这样，你也听到黄昌直接回应的就是这是在编什么样的故事，然后那现在怎么样？那包括周刊要不要先道歉？可是整件事情今天有最新的一个发展，或是未来在政坛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吗？今天许宗伟到了台北，因为在参加一个公庙，然后同时因为有捐赠仪式，那2000台的冰箱那捐给花莲，因为对花莲光复来讲，未来重建之路非常的重要。那许宗伟也感谢了傅墾萁总召，感谢了很多国民党一些的委员，当然也言下之意，他对于上一次看到张俊在重建会那一踹，显然是非常的心疼。那所有的民众会是什么样一个感觉呢？当然最重要一点，全国观众朋友最关心的，应该还是在台中市爆发出来这个所谓的猪瘟，这所有的那一路上到现在。包括疫情，然后疫调的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猪只都到底死亡是多少，包括中间过程有几个兽医师或兽医佐。那对于这些呢，左荣泰院长今天在一个颁奖仪式上面，算是说了一点重话吧。他说台中的疫调有重大的缺失，中央将完成地方无法完成的工作。那这话说得重，那同时已经派了10名的疫调专家要下台中去处理所有的事情，那是要凸显什么吗？而这所有的一些的过程在对照，包括台中市府在从昨天，包括你看到副市长郑肇兴出来告诉大家所有一些的相关一些的内容，同时也公布了第一次台中所公布的疫调啦，所有相关一些的内容。那郑肇兴是怎么说相关的？因为大家说包括3联单，花市场3联单。有被伪造的迹象吗？所有这些，先听听看他们怎么说的。来，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表哈。如果我们从10月10号往前推的话呢，分别在10月5号、10月4号、10月3号，这中央昨天的记者会有公布的资料哈。那么呢，分别有1头、3头跟1头的死亡哈。那这个都不属于异常的状况。那么呢，我们为求这个谨慎严谨哈，其实15天。之前我们又再往前把整个9月来进行的回溯哈，这是属于中央画制的资料。那么未来我们还必须比对哈，包括我们画制厂的3联单，好以及续组它的3联单哈，双方资料做交叉比对。那虽然有猪只死亡的情形，但是都没有超越。好，这就是警报值哈，所以没有警报值的时候，当然就没有警报哈。画制3联单啊，这甲单跟丙单的数字好像不太一样，是否有涂改过？我们确实发现可能疑似有涂改的状况发生哈，所以呢，我们昨天也讲，我们10月26号的时候就送到检调了哈。昨天也送检调嘛哈，昨天也有再把新的证据又再送过去哈，所以呢，依照检调所查核的结果来论定哈，如果真的有伪造文书的状况哈，一定会追究哈。好，那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所有这些过程，因为在未来所有一些的防疫都要依照前面一些正确的资料，而这所有的资料看起来会怎么样？来，任俊，第一个。3联单有被伪造的一些的迹象，有被涂改过吗？如果被涂改，意思就是到底是多少只猪只进去或者怎么样？那个甲单跟丙单之间会有不一样吗？就是这个资料对于未来在查核所有相关的去向是非常重要的嘛。从昨天晚上开始有另外一则讯息直接出来，就是大家现在锁定的时间，你那天不是一直在问，请问一下案发到底是哪一天？是好。我就算拿猪只开始，大家现在比较在乎的，从10月10号、10月11号，昨天有一个新闻出来说，哎，不是，谁跟你们说一定是在10号还是11号？会不会是再往前，就可能已经有这样所有这些？所以今天卓荣泰为什么直接讲说，哎，
不是这个疫调的过程，那他讲了很多，他里面讲到说，好，包括是时序的错乱、猪只死亡的不一致，那到场的相关的人员跟兽医师前后的不同，这是疫调上重大缺失，所以10个疫调专家要进驻进去。当然，对台中来讲的话，有中央一起来，因为卢秀燕一直强调中央地方大家要合作。那讲的所有这些，可是当总统在讲这个话，当这些资讯后，显然中央开始在对于这个过程来讲，会有很大的一些的意见的。这个我先讲啊，我不会特别去责怪这个台中市的副市长郑肇兴，因为这2天的记者会都是他出来说明啊。那我大概知道他也是临危受命啊，因为他之前也不是负责这个案子啊。但我刚刚就是5哥的那个回答，包含礼拜1的时候你在那边问我说，来，你有没有听懂？跟大家爬梳一下啊。我这中间还包含了打电话给郑肇兴啊，大家希望去厘清。我只有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你刚刚讲的数字的这件事情，特别是我看到陈时中出来的时候。当时在 COVID 的时候啊，我们几千人、几万人的疫调是都连足迹也可以抓得出来。当然，结果现在为了一个养猪场登记是有300头猪容量的这个东西，然后300头到底怎么样，数字到哪里你都抓不出来。那是我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感受。好，我们从什么资讯里面应该要得到这些猪到底几只？到底死了几只？然后到底去了哪里？第一个。叫做猪农，因为300头猪，你这样夯不啷当，他这个暴毙死掉的或什么死掉的，应该也有按照他们今天的这个数字公布出来了，这个数字单子上面是87头猪嘛，对不对？对，我还是很难说服我自己说，他总共就200多头猪，结果为了这个东西死了80几头，他数字会记错，因为一开始117嘛，那等于死了将近1半的猪，他会记错，我很不能理解啊，但是台中市政府说那个老农哦，因为年纪大，他记错了，所以第一个我可以从这个猪农的部分去理解，真的到底死了几只。台中市政府已经打脸了，说不好意思哦，因为他记忆有误，所以他来追。那我们科学一点好了，化制厂，那个化制车到底去载了人那几头啊？然后去了化制厂，这个总可以数字上可以统计吧？对，那个应该要签收吧？对，而且它还有一个警示系统，就是说发现猪太多，我会送到中央去。是，我们也觉得应该相信这一个。结果昨天傍晚的时候爆出一个跟你讲说，不好意思啊，那个化制单哦，你刚刚讲有这个什么甲乙丙连哦，对，有被篡改，数字也不一样，所以要移送中检。啊，完蛋了！我第二个可以知道他到底死了几头猪，因为我们按照正常的理解，就说他真的死掉了会送化制厂嘛，不应该他自己吃掉吧？当然，他也不可能就地掩埋自己埋吧？不，就是他如果就地掩埋，那我们就回去对那个猪农嘛。你说你死了117头，化制厂说他这边才多少头？对啊，你中间落差去哪？猪农你是不是自己处理的？这总能问吧？连你卖掉的，说对不起哦，因为现在。化制厂的那个单子的部分也跟你讲说，那个可能有篡改，这是台中市政府说的。好，这是第二个线索，我也没办法相信了。那么第3个总可以相信台中市政府吧？因为你22号出来开记者会啊，结果光一个到底是特约兽医师那个季姓的兽医师，还是王姓的兽医佐，你们也讲不清楚。到最后出现了一句话叫做不好意思，我们误植了。连你我也不能相信请问，我这样讲完这3个我可以依赖的来源通通都没有，我们还能知道些什么？我觉得今天大家在谈论的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3个月前，不是发生在1年之前，谈论的是你10月22号台中市政府出来开记者会的那前几天而已就前几天这个时间里面，到底你们怎么个处理法？到底你们怎么去做这个疫调？到底你们做这个，我相信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应该不会觉得太难，因为第一个涉及的人没有很多嘛，就那个猪农，就你动保处的、农业局的，你们有到现场去的，结果兽医师可以无性繁殖，从1个变2个，2个变3个，3个变4个，然后再跟你讲说不要再管那2个了，我们只要针对最后那2个什么一个王姓的兽医佐，然后呢再针对一个他们说姓赖的那个因为呢他本身是兽医至于他自己再丢出来那个不要再管他，不要再管他，因为他只是有兽医师我们把他拿出来讲而已，不是你为什么要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弄得非常的复杂？
你只要告诉大家，今天这些人其实哪一些在这里面其实是具有关键的角色。我没有讲我讲关键角色，不代表他负有责任，而是你只要告诉大家，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哪一些人在这个阶段里面，他负责处理的什么，很难吗？我不知道，可能觉得很难。你知道今天网络上大家怎么说吗？台中市政府非常会做民调，但是疫调不会。多悲哀啊！这是一个多悲伤的一件事情啊！你平常告诉大家讲说，大家对你的满意度有多高，结果就为你几兽医好，就不要再管兽医了。因为我那天跟小新，我觉得郑肇兴有很多的无奈啊，因为很多资讯农业局，你知道为了这件事情啊。台中市政府还特别把那个什么农业局啦，什么这些局处首长通通找去。我不敢讲说对他们怎么样啊，但好好的教育了一番，叫他们真的要把所有的东西讲清楚，不要搞到大家弄到乱。但这个应该吧？不是，这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我必须讲，农业局从那个农业局长开始讲的所有的资讯跟数字，讲到最后，大家如果你好，我们异地而处了，任何一个现场来宾，如果你是卢市长，你会不会火大？讲到最后，大家如果你好，我们异地而处了，任何一个现场来宾，如果你是卢市长，你会不会火大？就一个农业局长，你讲成这个样，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定不可能是卢县市长自己下去调查，自己下去问这些，不可能嘛。就像中央也不可能是这样，一定都是你下面的人，你要问清楚。那所有责任会到我身上啊，所有的事是我要去讲啊，所有的会议是我要开。昨天卢妈没有去参加中央那个应变指挥所的会，去市政会议，然后就有很多人批评他。今天也跟郑肇兴一起去参加了那应变所的会议，那也出席这些。也就是我到那个地方，我要扛责任，我要讲，你们都要让我知道精准的东西啊。你刚讲那些所有数字的变换的，让人眼花缭乱到。所以你说有没有把这些相关人请去问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有应该是合理的吧？但想象不做处理啊？不是，我还是强调，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不是问你未来怎么样。其实22号记者会在表达的，其实是在22号之前，你们掌握从10月10号到10月21号好了啦。因为22号早上3点钟嘛，就已经去扑杀其他的这个组织了嘛。那这一段过程当中，到底是否掌握的资讯跟人家，到最后跟人家讲说，因为我第一时间那个老农讲多少，我们就是先拿出来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轻忽的。这是一个非常轻忽，因为对大家来讲，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件事情，这些猪只没错，我们虽然告诉大家，官方的说法是这一些所谓的感染到非洲猪瘟的猪只，它死掉了，它的肉被人吃到了。对人体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我明白的讲，有谁愿意吃？当然，所以大家会想知道流向嘛。那你这件事情讲没有？您刚刚讲说，如果不要说什么，我就直接想到一个画面。当时赖清德跑去台南时，说大家对台南民怨有多深啊？赖清德一股起六卡卡来，一万卡卡来，大家都卡卡来。他们不丢脸嘛？但这是一个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讲这叫态度。你今天这些农业局或什么，或许认为你的专业，我那一天还听到应该是农业局还是谁吧，用了法律术语啊，这个细征案件是的，哇的细征都来，我管你什么细征不是，我只在乎你有没有烹煮啦。就你弄了一大堆名称，然后把大家都搞得很混乱，觉得好像就是说我们好像在处理了。最糟就是你们讲的那一句叫做能做的都做了。能做我也知道啊，但你不能做一半啊。你14号到现场去的时候，如果按照你们的说法，我都讲你不要讲说什么异常值啊，因为现在讲说3%、2%嘛，对不对？那我就你要加严，他说本来是3%嘛，加严检视嘛，这个以他们来讲是1个月内嘛，那我们就回来问啊，如果按照你们现在公布的嘛，因为他现在他有看节目啦，他知道要往前追15天嘛，所以今天公布了前15天，然后又再往前追嘛。那我就问嘛，你从这一天开始嘛，你再往前推嘛。如果你只算到15天，我跟你讲很有趣，你知道吗？15天算到什么？1、2、3、4、5、6、7、8、9、10、11、12、13、14、15，刚好卡到这个位置。但如果你按照它是1个月内，这边是几头？2、3、4、5、6、7啊，它才多少的猪只？它才多少的猪只？
再来我就算不算这几天好了，这边两头、20头、5头、10头跟8头，这是你14号你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嘛？你应该要裁减嘛？你说你们到现场去，但最后没有裁减嘛？请问这个比例，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3%降到2%啦，啊，这个是几趴？这么多趴，你只因为一句话，那个猪农跟你说，哦，我的状况已经有改善了，你官员也不会想说，哎呀，你那个2头、50头、5头、10头是怎样？是比20头少，所以叫做改善吗？他每天密集有这么多猪只的死亡，结果你到现场去之后，只听了他一句话讲说啊 ，man 啊 ，member， 所以你就没采样。我真的觉得，就是卢市长你自己能够被说服吗？然后郑肇熙你们能够被说服吗？当然，你讲卢秀燕今天特别也出席了这个记者会了啊。我有时候讲，就是说政治人物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有些东西要不要思考一下？比如说卢市长今天有展现一个态度，他知道外界对这件事情对台中市政府有非常多的批评，所以卢市长说。我尽量凭我的记忆啦，因为我没有像那个某人一样说他可以凭记忆把那个%多少都写出来，但是他的说法是这样，对于有失职的部分，他们会就诊。任俊，为了要精准的还原，让观众们听一下，那卢市长针对这一部分是怎么说的？来，院长说要对这件事情对台中市进行行政调查，请教事务者怎么回应？是的。我们也同步在进行实证调查行政调查，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同仁如果有疏失，我们绝不包庇，也不会宽待。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这次事件当中，我也看到绝大多数的同仁不眠不休、日以继夜的进行防疫任务。那所以呢，我希望案情结束之后呢，这些同仁。我们也一并会奖励，所以总而言之，赏罚有分。谢谢。来，赏罚有分，我没有意见。但你觉得在这个时候，你今天这个的表述，对很多人来讲，他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没有任何人否认公务人员的辛苦，在这一段时间不是只有公务人员很辛苦，我想很多人为了要想办法，你看到那个养猪协会的理事长，他一直出来讲说，啊，你讲厨余，我跟你讲，那画质车跟你的厨余桶，你这么是安那，你来有相多不一下，人家大家都很努力，我不否认，我也赞成辛苦的人应该给予奖，可是在这个当下。你连前面这些东西都没有讲清楚，你为了要告诉市府的同仁说啊，市长有看到你，我都可以理解。我讲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当你今天在这边说啊，我要告诉该奖励的我就奖励，请问对很多人来讲，觉得这件事情是奖励在这个时候要提出来的吗？我觉得这是政治人物在很多时候在言语上面表达，会让大家觉得说，你要奖励之前是不是先把这个先理清楚？对不对？先把它理清楚。所以你今天到底这个几头猪？我看到现在还有人在质疑啊。第一个很简单，有一件事情我很想问，请问这个养猪场它到底有几头猪？300多头吧？没有，300头是登记哦。对啊，是我这个养猪场有300头的规模，最大容量啦。请问这个养猪场到底总共养了几头猪？你觉得这个数字会影响到的是我们最后要统合总数字的原因吗？这就回到你的那个，我今天看到好多柯南，连我们制作人都在当柯南，帮忙凑出那个117嘛？怎么不？这不是我们来凑的如果你今天可以告诉大家，其实这个养猪场从10月10号那一天，因为就是很简单，就10月10号嘛，对不对？因为10月10号你开始有大量的这个死亡嘛，其实你只要告诉大家讲说，其实这个养猪场它养殖规模，你不要跟我讲登记它可以养300头，你就跟我讲，其实它总共养了多少头猪。然后这些头猪经过你的这个数字就加减减嘛，你这边说87，我愿意相信嘛，我也没有觉得你说谎嘛，那就很简单的算数嘛，87嘛，这边87嘛，你们那一天扑杀的数量总算得出来吧？那一天不是说扑杀了190几头吗？对啊，对不对？本来应该是把这几个数字加起来，大概就知道了。那就是他养殖场总共的猪的数量嘛，很难吗？今天的纠结居然变成是说，化制厂那个也有问题，你要告诉我说，那化制厂那个问题到底落差多少嘛？这个应该不难回答吧？猪农说他记错了，117是说猪农他讲的说死了117，我还是讲我很难理解嘛？你说你这边抓出来是87，一少了几头？17跟87少了30头猪上百万的资产猪农会记错？对，我就人家那是87还是78？
78了。你看他气到还有多气，因为他一开始讲，因为我一直记得是78，但人家讲87，我常常看病啊，最近他气到中风，他真的很气，不怪他，能够讲对的不多了，他真的很气，那更麻烦了。那如果是这样，我还要再加9头上来，对，你要再生9头出来，我想办法帮他圆一下，少9头死的啦，不是想办法帮他少9头，因为没办法被主持人抓到，对不对？不是，那我就讲嘛，最简单，你就跟我讲说，其实台中政府有掌握啊，他这个养殖场，他其实就是比如说几百头猪嘛，啊，猪的数量啊，到最后我们那一天扑杀了多少啊？扑杀你不要担心，因为是我官方去扑杀的嘛，啊，你剩下有疑虑的几只猪大概是怎么样？你哪一天死掉什么地方？那你就可以去追化制厂那个中间到底过程怎么样？不然这会很难吗？他不用兽医专业啊。如果照一般来讲，对，你看人家气到我讲，连数字的这些，又不是你家的猪，你那么紧张干嘛？不是我看到一堆猪，他担心他吃不到猪肉。对，你说这整件事情好，目前看起来在调查人不过10，然后猪数不过300，看起来差不多是这样。但是所有的过程错综复杂到大家到现在能够一个人一次全部讲清楚的，还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包括连时间序或是发生的事情。来，一中，来，你是老师嘛，对吧？是。来，公民老师，来，昨天公布的，就台中市府公布的那份，大家在找里面，其中有一项是最早通报的人，对，现在发现是养猪协会的总干事，对。大家就在说，那为什么总干事会在10月11号就知道呢？他是因为化市场那边的讯息，还是因为什么样一些的讯息？还有一点，流鼻血到底是不是所谓的非洲猪瘟的征兆，或是典型的一些状况？这个也有一些，因为这些都是在讲说，当你兽医师到那去判断的时候，你到底要不要裁剪，或要不要什么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一些的依据。就为什么这些东西连这个怎么发生的，大家也都还有疑问吗？凭良心讲，这个是昨天台中市政府好不容易交出来的这个报告，然后他们也做了图表。我认真的看，我老实讲，我看不上物。就我觉得他其实这个东西，他有很多资讯，他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写出来，他只是澄清一些外界的疑虑。那刚刚第二就刚刚提到，就是说，那10月11号这个通报是由台中市养猪协会杨总干事通报，这时候有20只猪，然后推测为单独，然后他一直到他们说动保处的赖姓兽医是到10月13号。致电，然后真的有到现场是10月14号，然后接下来然后又回报说，那时候已经死了50头猪了，他也觉得说好像也没那么严重，然后就 delay， 他大概是这样子。可是因为台中市政府现在用公道，让人家也不敢相信，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意料表到底是不是真的，我现在也是存疑。台中市政府现在用公道，让人家也不敢相信，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意料表到底是不是真的，我现在也是存疑。为什么？因为你要了解，就是这个是上礼拜3就第一时间，农业局长是这样讲的嘛。他在当时不是在大家印象，他就说什么动保处的人员什么14号到现场的时候，然后什么特约兽医师在医治，然后什么打针，然后接下来就讲一堆什么什么，然后所以说后来也没有采样。可是后来就证实嘛，就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是你知道，我帮他们算过，他们6天有6个说法。现在网络上有一张图，有一张梗图流传很多，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在台中市政府，就是现在疫情期间，台中市猪瘟快讯，今日新增兽医+1，累积兽医4人。他其实在讽刺，就是说你到底有几个兽医也讲不清楚。从一开始的这个刚刚提到上礼拜3，他们农业局长说是那个特约兽医师，这是10月20，我帮他排序，为什么6天6个说法？第一个10月20号就是这一张图的时候，他的农业局长说，那时候是兽医师到现场，好，那这个兽医师特约嘛，因为他上面他有讲特约嘛，就隔天10月23号，这个特约兽医师就跳出来说，我是特约兽医师，我根本没有到现场，我也没开药。到隔天10月24号，台中市政府又改口说新闻稿是误指，没有特约这个是另外一个兽医师。好，那10月25号，卢秀燕自己讲卢秀燕就自己又他自己亲自讲他就说对了，14号有农业局的同仁到现场，也有兽医师在现场，而且这个兽医师呢是有执照的，他有尊重判断，好。专业判断，结果10月26号，大家发现这个他就那个卢秀燕讲的那个兽医师，应该是王姓兽医师，他不是他也没有执照，他是兽医组。然后到了10月27号，
老农也跳出来讲话，无啦，兽医师无来了，个王姓兽医怎么无来？而且我卡电话，好，我只是咨询他啊，然后他跟我讲一讲以后，因为我都是跟他拿药啊，所以我家里面还有一些药，他就拿两三年前买的药，然后就偷药这样，所以从头到尾也没有王姓兽医，然后最后才证实，最后才跳出来说哦。原来动保处就是根据昨天这张疫调表，好，10月14号有没有人有没有兽医师去？有了，但是他是动保处的赖姓兽医师，还有另外一个什么齐姓兽医师，所以你看所有的资讯卵巢巢，连卢秀燕自己都搞不清楚。那你现在这个疫调表出来，你叫我怎么相信？好，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刚刚往前推，就是说现在他根据他的疫调表还是讲说，最早有死亡的是在10月11号20头猪，但是其实如果根据中央的那个他们从那个化市场来讲的话，其实9月4号就开始有猪死掉，同一个养猪场9月4号死一只，9月9号死一只，9月22号死2只，然后10月3、4、5各死了1只、3只、1只。所以供起来其实这个地调可能也有问题，因为他这个10月11根本也不看起来也不，所以是房监署研判上面对。说觉得可能时间再早，对，因为我刚刚讲了嘛，你9月、10月都分别有死了，加起来也死了10几头猪，那没有得利。这个时候你认为，因为他们的疫调是认为10月11号是最早嘛，这样看起来好像也不对，所以是不是还要往前？所以我的意思说，他昨天好不容易弄出来这张疫调表，花了1个礼拜整理出来这个疫调表，空黑嘛，哩哩啦啦，就。当你说了一个谎，当你说了2个谎，跟放羊的孩子的时候，即便你是一个官方认证的这个疫调表，我刚刚讲，我们也不相信，甚至中央也不相信。整个卢秀燕市府团队，那不是罗世松，是莫名其妙。然后卢秀燕好像也搞不清楚状况，所以今天大家讨论了1个礼拜，还在讨论。我觉得问题是出在这里啊。当然你说现场清消禁流，只是应该拉封锁线，尤其这个地方再怎么样都不该进。那包括连那个厨余场的那些地方，今天大家媒体上也在讨论，包括不管议员啊或什么人是不是适合到那一带去，因为怕你会沾了以后会不会有病毒带来很多这类似的，人就要不什么？好，上诉，上诉是87吗？来，78是指的10月10号到20号的这个过程当中，总共死亡了78头猪。另外呢，回溯15天之后呢，这边总共有7头的猪，再加上9月4号。1只，9月9号1只。今天所出示的所有的表的死亡的猪只的数量，总共是87头。先破案这一个。OK。然后破案第2个啊，我刚刚说这个养猪场到底几头猪嘛？22号早上凌晨3点钟扑杀159头。13号的时候说卖掉了28头。如果你今天把这个最少到9月1号嘛，对，因为你追溯到9月1号嘛，理论上面来讲，这边所有的猪只全部加起来274头，274头的2%的警戒值是多少？6吧，了不起6。如果你们自己讲发病前1个月的2%警示值，这里是7头猪，还是你要告诉我是当天？但我不认为是当天嘛。你这个东西有没有超过？数字在这里嘛，给大家看嘛，这是你们自己官方的说法嘛。你们认为所谓的9月1号到10月10号没有异常的死亡，看起来你是用这个数字来算嘛。所以回来这一个嘛，因为这时候官方已经介入了嘛。你没有在这个部分去执行你的公权力，这就是一个事实啊。上诉完毕。OK， 请裁示。OK， 那上诉有理。OK， 好不好？那算是87头吧，不晓得几头。但是78那个是就刚刚讲那边大家最早就是在乎的10月10号到20号的时候，这是数字，这是后来调。但是我讲这78跟老龙说的117，OK， 又有差别。好，跟化市场106又不一样。来，元之，第一个，这一定是台中市府卢市长要面临到的一个不敢讲，你说它叫政治危机也好，它叫所有这方面，因为那个危机处理上面来讲的话，势必要非常的谨慎。现在你看大家在算数字这些，到目前为止，刚刚讲到连下面的局处，你看农业局每次出来那些数字，对于卢市长来讲的话，势必要这些人，就是你们把所有的东西尽快给我弄清楚，这一部分是不是真的在过程当中有很多检讨的空间？另外，在过程你刚刚听到卓院长已经直接直指台中市疫调有很大的一些缺失，然后要做到台中地方做不到的东西，这些味道闻起来的话，中央的不满好像已经到临界值的感觉。好，第一啦，因为当然这个事情可以分成就是事先的防避跟事后疫调跟对外沟通部分。当然我是觉得还可以再更精进啊，譬如说对外沟通
刚刚那个易中讲了很多状况嘛，第一时间就误食兽医师啊，不然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个特约兽医师的事啊。对，那个特约兽医师姓季嘛，对啊，他想说我又没去，就没有他的事啊。其实第一时间就该讲清楚，去的是一个动保处的约聘医师，是姓赖的。如果我一开始就讲清楚的话，后面都没有那些问题。所以当然我觉得对外沟通可以再精进，然后疫调就等到最后，疫调因为他疫调他现在是这样。问到什么就讲什么，问到什么就讲什么，然后又把他的说法跟他的说法两个在那边核实啊、拼凑啊，就会出现很多比较复杂的状况啊。然后下次是不是疫调清楚再对外说明或怎么样的？我觉得这当然还有检讨空间嘛。那防范的部分的话，就现在因为还在调查，到底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以等最后调查结果出来之后，再一并来讲嘛。因为那个卢市长自己也说他不会护短嘛，他自己就讲了，他说如果有缺失，他绝对会究责到底嘛。那只是他觉得，当然站在市长的角度，看到台中的公务人员每一个现在这么忙的在做这个事，妈妈市长一定会挺自己的公务人员，所以说赏罚分明，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我觉得也不要忘了啦，因为现在当然绿的都是去检讨卢秀燕嘛，但重点是这一个。猪瘟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在台湾自己出现嘛，这一定是从境外进来的嘛。那以前那个苏贞昌的政绩，他最喜欢就讲把那个猪瘟防避于境外啊。那现在进来的，那中央的责任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也要去讲嘛。第二个，那个中央一直讲说，因为我最近都听到很多民进党讲说，中央都已经做了一个系统啊，警示系统啊，结果你们怎么都还这样呢？其实警示系统是什么时候才通知？台东市政府是10月15号才通知最早发现这个事情的是刚刚易中讲的那个养猪协会的，那是10月11号。然后10月13号那个老农有打电话给那个王姓兽医佐嘛，10月14号就动保处跟我刚刚讲的那个赖姓医师有去，是一直到10月15号才收到中央的系统的警示。那这个中央系统是不是也有问题？你如果一直骂台中，你怎么那么慢发现？那你中央系统建制也是建制假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要一并检讨啦。然后还有像新北市议会最近因为刚好在总质询侯友宜，想说哇塞，这个已经是境外攻击了直接问侯友宜说哇，那个台中发生这个猪瘟事件，造成台北市的猪没办法卖猪，猪农没办法卖猪，猪商啊没办法卖猪，那是不是要跟卢秀燕究责？哇，这样也可以究责。那我觉得侯友宜回答也是很有智慧啊。如果按照那个议员的说法，那这个东西是从境外进来。如果最后发现是哪一个有破口，海关有破口，还是这个海巡署那边边境有破口，那是不是要跟卓荣泰就责？就跟卓荣泰申请赔偿。这个都是打太远的啦。然后再来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假消息，譬如说台中市议员就骂台中市政府说是最烂的台中市政府，为什么呢？因为台中总共有37个。厨余养猪场，有个议员说10月27号呢，只查了2家，不到5%啊！这是台中市政府实在太烂了。他说10月27号，结果人家台中市政府回应说没有到10月28号已经查3轮了，10月24号就已经查1轮，37家查1轮，10月27号议员批评的那一天已经查到第2轮，10月28查第3轮。所以现在真的那种假消息、那种政治攻击就也是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有台中市政府没有讲清楚的部分也有民进党乱打的部分。那当然这个乱打的部分，就是因为卢秀燕很有可能是2028年赖清德的对手，是民进党劲敌嘛，所以管你乱打。不会，不用担心，快要换人了。对，所以但是他们觉得打才换人嘛，没打不会换人嘛。OK， 以后打才知道嘛。可是如果这样的话，五角来严凤是因为这样政治上的效应吗？为了2028现在铺天盖地的这样打吗？其实不要把什么都泛政治化啦，先解决眼前的问题比较重要哈。其实不要把什么都泛政治化啦，先解决眼前的问题比较重要哈。我先回应一下，就是说刚刚原之委员有讲到什么中央10月15号有示警系统嘛哈，但是我们要问的以时序来说，台中市政府是等到10月20号才动保处通报，才有所谓的赖信跟齐信。然后去到现场，为什么去现场？因为当天4号赖信就去没有，你看那个时序哈，10月20号是因为有种猪死掉，他们觉得说，这个事情可能
大掉啊，对不对？所以就去现场，而且是那个王姓兽医佐去通报动保处，然后才去现场做正式裁剪。那如果说好，你现在要去推说啊，10月15号怎么中央的事情？那我请问，当中央示警了之后，那你地方政府，你台中市又做了什么？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现在为什么大家对卢秀燕的危机处理能力有那么大的质疑？我举一个例子，过去我们在防疫视同作战嘛，我们在对抗这个 COVID-19 的时候，这个疫情是人呐，是会跑来跑去的，我们的疫调的困难性是非常高的。可是猪不一样猪场的猪都是被关在那个猪场，一北啪啪照呢，所以那个疫调的容易度应该是比 COVID-19 的时候对人的疫调来的简单多了，而且也单纯多了，而且现在是只有无期这个爆发一场的场域，我不知道为什么台中市政府光是这一场的疫调可以做到这样子荒腔走板，这个才是现在社会大众会觉得卢秀燕你到底在干嘛？我简单整理现在大家对他的质疑有6点嘛，包含就是说你的反应慢半拍，因为时间爆发那一天他去干嘛？购物节嘛，然后他还在讲说，就是叫大家要拼经济，可是问题是他都还没有那个敏感度，说这个对全台湾的这个猪肉的市场影响会有多大？再来，疫调讲不清，到今天为止数字一变再变嘛，所以。很多包含厨余光是厨余，我再讲一下我今天特别问了我们台北市的环保局说，除了这个整个这样倒进去，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嘛？当然有啊，因为我去调了全台湾私有的这些再生能源的这个生质厨余厂，光是台中市周边邻近的县市有几家？有超过10家以上那。卢秀燕，你身为防疫指挥官，你不仅仅你可以去协调你周边的这几个县市首长，拜托他们说，你们有办法处理，可不可以帮我们给他们多收一点？其他的我来协调这些民间的业者，该编预算，或者是说从第一预备金或怎么样，或请求中央的协助去沟通。他有一个什么中台湾治理平台啊，对不对？你都可以去沟通，那你为什么不做？你选择一个最差的方式、最污染的方式去挖个洞，然后想说要掩埋，这个对环境的影响有多大？所以这一切才是现在外界对于卢秀燕她整个危机处理能力，而包含她现在接下来讲的我认为其实有一点信用破产，因为人家会质疑她的能力，质疑她过去从如果假设9月就已经发生了，一直到10月14号，再到现在的疫调10月28号了，已经2个礼拜了，你每天的数字还不一样，兽医换了4、5个。那我们到底要听谁的？政府的公信力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一切当然是要卢秀燕负责啊。那如果假设说你身为主官，你第一时间你都没有一个很重视的态度，那也难怪你下面的这个农业局长也好，或者是环保局局长、卫生局局长，他开记者会他就随便拿一些数字出来兜一兜啊，那就是因为有现在的这些错误的状况嘛。那敏凤好，你说像卢秀燕市长他有回应这些，刚才讲说那。觉得如果有疏失，当然不会宽待。那要赏罚要分明。那包括什么叫做滚动式？因为郑兆兴讲说就滚动式的修正嘛。那卢秀燕讲说查到哪就说到哪，就总是要让大家知道资讯，意思是透明，然后就做到哪。因为总是会有一些的修正，可是这在很多人的角度，尤其民党的朋友常提到，刚才严凤我讲那个所有的数字的混乱，或者所有这些是让大家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连来宾。在节目里面要讲述的时候，都没办法正确讲述出来，这些还要靠上述才能够把那个数字给讲完。可是所有这些，它背后有一件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的问题，这个一直是一个政治人物非常重要。那所以这些对卢市长来讲，当然你说是下属，包括农业局说要去处理这些，但是到最后扛责任，到最后所有的一些正负好坏全都在他身上。那个信任2个字是对于未来不管要不要进驻大会或各方面，现在是他应该要最重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那当然啦，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兆兴出来之后，就是比较清楚一点嘛。那之前那个农业局长，我觉得我不晓得他私底下做事怎么样啦。
但至少他真的是你第一天就应该换掉他，就发言不要叫他讲。对，因为发言呢，你看中央社帮他整理六大这个改口，那只有几天，有一次还是早上跟晚上就2个不同的讲法了，就不晓得几只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你看那个中央疫情这 COVID 的时候人是会动的，那个动有时候是几万人，有时候是几千人。可是他们在公布这个疫情的资料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说有确定了之后再讲，确定之后再讲，然后如果你要修正，也是有新的 data 是确定之后再讲。但是这是台中市在过程里面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他拿到一个数字以后，他有没有查证他查证的过程怎么样？好像这边。听一听，然后那边访问一下，好像中间就有说这个老农说什么，对，后来就说这个都是老农说的，然后可是他自己私下记忆也不清楚，对，然后呢，后来他就公布了，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去查证，所以就造成到底是117头，还是106头，还是78头，那中间又出现一个88头，然后昨天我看那个某一台又往前数到9月1号，然后又增加了不少头，然后。不是那个电视台呢，他就是硬凑出117头在哪里？现在大家都是在就是你看网络上有很多网友在找为什么是117，我们制作人刚才录以前也跟我讲为什么117，我说大家现在就是有答案以后，现在开始要往前把数字凑齐，对，他就是有答案是117头以后，他就开始往前走78头，然后因为14号当天就是45头。其实45头已经是异常的这个死亡了，他就应该要抽样了。可是那个姓赖的人去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农夫就说，那个养猪的老板就说，我养很多年了，我知道啦，你不用采，他就乖乖的听那个老农的话就回去了耶，就不用采，所以就造成这个样子嘛。然后现在要推的就是说，非洲猪瘟的潜伏期是多少？我看他们是这样推的啦，其实非洲猪瘟的潜伏期15天，所以10月10号以后再推9月25号。9月25号如果说第一头猪已经有死了，那死了这头猪的在前15天，就是推到，所以会有9月初的日期出来嘛，所以就这样加一加，他勉强凑到117头。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有人问说，到底这个厂到底有几头猪？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质疑，就是说你台中市政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就像我们当时，如果你 COVID 的时候，你们跟我报告，你每天都跟我讲不同的多少人数，然后呢没有什么理由，然后你只是说这个是老农讲的，然后我去访问的人是怎样，但是我没有进一步的去透过细胞简讯去查的时候，你跟我这样讲，你觉得中央疫情中心是不是被骂成什么样子吗？所以今天的事情也是这样。我觉得就说我觉得卢秀燕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啦，我自己做台中人啊，我觉得我们台中这个县市合并之后，台中市选出来的市长，我觉得他对于台中县的生态，其实台中市跟台中县生态是差，还有产业都差很多。可是你说他作为一个市长，他说长期在市区选举，而且他选的选区都是比较蓝的，然后对于台中县的一些。譬如说就台中县基本上也是跟云林一样，就是一个农业县。可是农业县跟台中市这样合并起来之后，我觉得历代，譬如说我不要说卢秀燕，林佳龙其实也是市区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合并之后，对于县区的部分，其实有些产业他们不是很懂啊。但是我说实在的，这样子就是你光看那个。农业局局长2天记者会讲成那个样子，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就是说有期待被认为是大位的人，你就应该要把那个人马上换下记者。我不是说要换他的职位，对，就记者会发言不需要他，他一定要列席。可是你找一个发言人去讲，对，你找一个人，他在帮，如果有什么东西他可以说明，可是他可能也说明不了。不是啊，问题他资料是错的，他就算是发言人也是乱讲一通啊。那我还在讲一件事，那你至少不要在台面上完全以他为主的做发言嘛。那你至少赵新上来的时候，他有稍微查核一下嘛，对不对？那我是希望，可是赵新的幕僚也是这些人呐，那我就看赵新的本事了啊，对不对？那重点就是说，你卢秀燕的态度，
你前2天都不出席这个记者会，今天出席了，我觉得他的心态有调整了，这个是好的开始啊。那你可是你长期，如果我们当然还要看1、2天呐。如果你还是这样表现的话，我是赞成中央还是要重新介入去疫调嘛。因为你现在说你台中市的其他猪场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因为你就像你讲的，是公信力问题。大家会觉得说，你其他的猪场真的没有问题吗？就像你讲的，是公信力问题。大家会觉得说，你其他的猪场真的没有问题吗？依照你们农业局这样的查法。真的会没有问题吗？所以大家会觉得有一些疑虑存在。你要不说？对，我说你们不要被卢先生那么演，好像现在约出来开记者会，然后郑肇庆也跳出来，好像就真的就是没有。现在台中市政府内部，这是一个内部人员传出来的资料，这是民政局传给那个各区公所的。你看上面写什么？各位同仁，目前宣导重点如下：第一个，市政府就是说，市政府普发5万是没办法的，好，就是普发1万是这是中央普发，市府发这不管。第二个，非洲猪瘟，你看大家看第2点，市府很努力在做疫调。追查肉饼流向，维护校园食安，可以以10月23号传给各位的图卡，说明政府市府的努力，还在那边演这一场。然后第3点，购物节宣传打惊叹号，大家要多宣传购物节。然后你看，请遵照办理，不用转，谢谢。他们内部的公务员体系是跟大家讲说，他们疫调做得很好，然后叫大家多宣传购物节。他们对外说疫调做得很好啊，不是？所以你看，这两面手法，所以我在台中贵州已经挪开这个程度啊，他以为用以前那一招，好发布民调，然后用购物节，然后盖一盖，然后再这样子，好像又可以。拍谁？这一次没有办法。购物节的东西绝对盖不了这种非洲猪瘟的事情，好不好？不过这整件事情一路处理，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将军像全国养猪协会有讲说，厨余他们认为了。厨余会不会是破口 ？OK， 对。那当然，现在这几天大家讨论厨余的，包括处理模式，包括那当然包括绿营有很多的批评呢，这些会不会变成厨余股、厨余山、厨余什么很多这些？那现在这个政策某种程度是也要调整嘛？因为大家也有人在讨论，那些厨余如果万一要是含有病毒的话，那就算掩埋什么，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的疑虑？可是这件事情一路延烧到现在，当中央卓院长讲，那应该算是重话了。重话，甚或讲到是不是中央要进入，包括派疫调专家进去，所有这些花莲那件事情是从纪连城进去以后，大家开始某种程度在做中央跟地方的一个比较。对，这件事情。后来是陈时中出来，因为大家看到陈时中从防疫开始到现在，凭良心讲，你看到陈时中坐在那个地方。总是会觉得那个心情就感觉上稳定一点，事情会清清楚楚，你会觉得是这样。这是长期来我们的 COVID-19 那一阵子一路延续下来建立的那个感觉。所以，当现在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万一又出现中央跟地方之间在做这样的一个民众的感受上的比较的时候，这对于包括卢市长，对于整个国民党来讲，那是不是都会是未来很大的一个危机？因为你看最近出现几波民调。当赖总统的民调往上，然后包括连卓院长都回升了。对你从这些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这一定是有人做对事，有人做错事，他才会这样嘛，要不然不可能会出现这么大一些的落差。所以这对蓝营来讲的话，要警惕的是在这里。不管是谁掉了枪，谁捡到了枪，只要有一个人可以把枪拿起来正确使用，都可以保卫国家。好，就很简单。所以说，从花莲的救灾，到这次台中的非洲猪瘟的防疫。不管谁丢的枪，谁捡的枪，只要有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中央是地方，枪捡起来，可以捍卫国家的安全，捍卫百姓食的安全，我觉得都是好事。那你说卢秀燕市长今天在记者会讲的字正腔圆，临危不乱，清清楚楚，让我又回忆起我年轻的时候听到卢主播在报新闻的时候，这主播报新闻很简单，提供给我的稿我讲清楚就 OK 了。可是他现在不是主播，他是市长。他讲出的一切事情，他要为他的政策背书。当然，又要讲这么重口味的哈，这叫做卢妈臭臭锅，不是，这是一个厨余的一个大坑哦。那本来是12锅，本来12处变成3锅变3处，从12处变3处。各位，你知道这有多臭吗？这有多臭？
以前我们的军营设置的地方都比较偏僻，附近都会有养猪场。那养猪场我告诉你，他们都是喂厨余。早期啦，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都是喂厨余。那个厨余不管你是蒸煮、露天煮，还是盖起来煮，反正只要是厨余，养猪场方圆3到5公里之内，臭死。所以为什么早年的养猪变成大家所谓的嫌恶设施？不要养，拉出来的臭，吃的也臭，整个都臭。那你想想看，臭的来源就是这个。这厨余你知道那个蓝桶那一桶装满多少？我告诉你，25公斤。这要多少桶才可以到这样？上千桶。这上千桶，这是江河树议员拍的他拍的时候正在倾泻，啪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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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味道都感觉出来了。为什么？我们曾经军营在养猪场附近，真的是臭，真的是臭。那么卢秀燕市长说好，那我听到了，这样不好，我从12处变成3处。我告诉你，这是效率吗？不是，是因为错误的政策吓得他脸发绿，赶快改。民意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是错误的？当然啦，你台中有市区跟县区，你这12处几乎都是在台中市区以外的旧县区。那难怪江河树跳起来难怪议员跳起来啊，都在我的选区。明年我要选举了，你把这个大坑放到这个地方，我明年怎么办？是议员的，是里长的都要骂，都要批。那卢秀燕不吓得脸发绿吗？他没有办法，所以改。那可是呢，他讲了一个很主播式的方式，也很有标题，叫做什么？3管齐下。这3管哪3管？增加去化量，强化稽查，改善新运的效率。哇，很棒吧？立竿见影，又有标题，又有感觉，又有政策。我告诉你，重点是好听，怎么做？台中怎么做？我直接讲给你听。去化量，以台中目前的焚化炉有在税修的，有容量超标的，你垃圾都烧不完了，你要去烧厨余，厨余是最难烧的又有水又有汤，很难烧。第一个去化量空的，稽查，你要稽查。刚元之有讲说这个是议员讲错了，可这个是我刚看是环境部提供的，是环境部提供的。台中市37个用厨余养猪场，他只查了2个5%，我不知道是环境部错了还是谁错了。那如果有解释了，他说是因为那个上传资讯的那个时间差，又传错了，对，然后是时间差。那也许原先讲的是他们讲说他们都查了2-3轮了，只是对，只是时间差。时间差，以后不要找80几岁我机场来传资料，不会吧？你台中市政府传资料的应该是年轻的公务员吧？好，时间差，那我就讲稽查，你只查末端，你源头的这个厨余你处理了没有？没有，再来就效率我们要增加清运的效率。对，台中市的清洁队都快超爆了，都快过劳嘞，你还叫他效率？他还没效率吗？他的笑容都没来，效率然后呢，外包的车全部爆满，口号。所以你说这3管齐下，这是文案这不是解方这是标题这不是政策所以我才一直在讲为什么卢秀燕这次出来会被人家讲成这样，连国民党自己都在担心呢。他说这是唯一的共主这样子拖到2028还不垮？那将军最后讲那段话，元之，你们蓝营内部有人会担心这些吗？因为这2天什么报道都有，还有那报道国民党里面会不会已经出现3+1了，就是不再是唯一选择，变成3+1。我刚才特别请教将军那一段，你要不要回应这个？当中央跟地方从花莲一直到台中，你这2天一定要有很多人讲说，当中央跟地方在同一个危机处理事情摆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那当做比较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最近这一波看起来民调会有落差的一些原因？所以这些你们蓝营内部有警惕吗？我们觉得，当然这个事件，台中市政府因为现在还在刚开始啦，我觉得可以等到事情告一段落。目前大家还好啦，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嘛，发生在国民党的县市，民进党就会炮火很猛啊，这个我们也都习惯了。你看民进党的人从来都不检讨边境的问题，这个就是一种攻防，而且不是这个攻防呢，这个攻防不是只有打卢秀燕，连侯友宜都打。像今天那个新北市议会在那边，因为有一些那个有那个猪场的猪，有一些被新北市查到，那新北市现在把它封存下来。那这个民进党的议员就说为什么那个肉要一直封存，不把它销毁？问题是人家
新北市政府其实在几天前就一直跟农业部讲说，可不可以拿去检验有没有猪瘟，因为如果有的话好办事嘛。他们当然现在已经开始去追那个流向，但是有的话好办事。然后就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那个绿的侧翼啊，就在那边什么科学先生就在打说，哎呦，那个检验厂就在淡水啊，你侯友宜你不会自己送去哦。但问题是那个淡水的检验厂那个是农业部管的。新北市政府不能随便送去的话，他也不会理你。那新北市政府一直跟农业部说，可不可以拿去检验啊？农业部就不理新北市政府啊。那你现在还没有检出来有没有猪瘟？那议员就说你干嘛不销毁？这我觉得这都很。我补充一点哈，其实有没有人在怪哈？说这只猪为什么生病？没有。猪，我在讲猪吃什么是人喂的嘛，那么这一段其实往上面中央边境这一定要追了，否则不断的进来怎么得了？但是现在卢秀燕民调会往下掉，大家对她会有意见的在哪里？掉以轻心，她对于整个防疫掉以轻心，你想想看哦，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病毒的抽验，有没有积极？第二个养猪场风险的管控有没有积极？再来就是厨余的蒸煮管理有没有积极？所以我讲，你不要说他的记者会5日5变了。我相信明天还会变。刚刚仁俊这个明天一定会变，一定不一样。你乌龙的事件、乌龙的资料，几个兽医、几头猪，厨余几个地方处理，疫情的调查，到底的足迹或者是这个传递的厨余从哪里来，不知道。所以显现的是什么？我说蓝营内部焦虑紧张的原因在哪里？第一个，卢秀燕市长的危机处理能力看来是不足的，看来是不足的。然后再就是整个应变能力不足。OK， 卢秀燕是2028。蓝营未来的共主那如果他的危机处理能力这么不足，所有要从政的人还敢跟着他的步伐走吗？所以当然会担心了。来，仁俊简单补充。今天最新的一个状况啊，不是人数的错，我要讲的是疫调的情况，因为隔离的范围有扩大了。什么叫隔离的范围扩大呢？这个中部的很多的记者啊，接到隔离通知，进去过，那他们就一头雾水啊。说为什么我要被隔离呢？我是不是哪里都不能去呢？后来才发现到，因为这些记者曾经进入过猪农的家，那进入猪农家说啊，我为什么进入猪农家啊？不是我要采访他，我当然要进入他啊。不好意思，因为猪农有进入猪圈，所以他如果猪农本身带有这个病毒的话，那你这些记者就避免在这一段时间进入到其他的养猪场。他们隔离是隔离，不让他进，不能进猪场。但我就讲嘛。现在已经扩大成这样哈。刚刚主持人问的那个问题，其实我很认真听元之在回答，但我其实没有听到他其实在回答啦，因为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因为那个是立场的问题嘛但我觉得卢秀燕现在要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11月6号之前，不要再有其他的养猪场，因为如果再有其他的养猪场再出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那就代表的是你这一段时间所有人做的都是破功的。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是5再加10嘛，15天嘛，刚好是我们大家一般认知所谓的潜伏期的时间。好，那你除了会关心呢非洲猪瘟我们所有处理的方式啦、态度啦，所有这些甚或在政治上面会产生一些影响以外，当然对国人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持续的关心，因为在花莲光复尤其这2天因为一些的雨的问题，包括堰塞湖那个利乌溪口的堰塞湖的状况，那所有这些情形大家都在关心。那当然在这同时，我应该不用再放一次就是张俊那天的惊天一踢的那个画面，因为那件事情一路延烧到接下来是包括在政治上的效应，包括在当然司法上面是另外一回事。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徐县长那天的会议也有人在问说，徐县长到底在哪？为什么中间坐的是傅昆萁？那大家讨论包括立委职权，包括县府职权。可是对许宗伟来讲的话，那他今天北上到台北，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相关的画面，来。让这整个电冰箱已经多达了2000台，在整个妈祖慈悲的护佑之下，我想这就是我们的感受。心安能够让我们民心，让我们做事情勇往直前，不为外界任何的批评打压抹黑，全力以赴让灾区赶快复原生活，赶快重建。在这里我也要谢谢国民党党团。无论是傅昆萁、罗志强，还有王宏威委员，国民党团的委员，在现在提出的是这个话家沙
及马泰安烟色湖重建条例的这个提案的这个提出。来，云峰。刚才感谢了很多人，包括傅昆萁啦，然后国民党团的相关的一些的委员罗志强啦、王宏伟这些，然后他们不会怕任何的抹黑打压这些情形。然后现在不只是有电锅可以送，现在有2000台的冰箱，但是在这个过程，从那天的傅昆萁他们要召开所谓的重建座谈会，张俊那么一踢出来，大家整个的火气，到了现在，徐正在北上。然后感谢妈祖的保佑，感谢所有这些问题的本质真的解决了吗？当然没有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画面在可能光复乡的这些灾民啊，听起来其实会特别的刺耳。因为你看徐榛蔚大老远的从花莲来到台北开了这个记者会，为了那冰箱，对灾民来说。其实那个场合也不见得要你徐榛蔚去啊，为什么？因为今天还有发布花莲燕子口的烟色湖有可能会溢流的状况，那现在一样啊，跟上一次又一样了，县长不在家，那你跑来台北干什么？今天还有发布花莲燕子口的烟色湖有可能会溢流的状况，那现在一样啊，跟上一次又一样了，县长不在家，那你跑来台北干什么？就是只是为了要作秀吗？那对灾民来说，你应该要赶快让我恢复我正常的生活。你说现在有捐的这些物资，我想应该不是只有这些什么冰箱啊，或者是电风扇，还有很多其他的物资。这1个多月以来，花莲县政府，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分配这些物资到灾民的手上去？这个才是灾民他们在意的事情啊。第二个是。当然，大家也很重视未来重建怎么重建，预算怎么来，要怎么跟中央来做协调。那结果傅昆萁，你开的这个座谈会，你去排除了，觉得好像就是说非我族类，就是张俊议长，甚至是在地的这个议员。那对这些光复乡的乡亲来说，你就只在意那些可以跟你沟通或者挺你的这些人。或者不敢反对你的人，实际上灾民的声音想要讲，却进不了那个场合。那这一切就是作秀2个字而已啊。我看媒体上面报道，议员的到场的比例大概就是光复地区的议员3个，然后有到3位，对，其他大概7位还是8位，包含张俊都没有。但是那3位它的主要活动的区域都是在凤林跟吉安，对，他不是在正光复乡。那其实张俊议长跟另外一位应该是那个对，就是另外一位议员，他们才是真正光复的这个民意代表，而且他们本身就是灾民。那像我也一样嘛，我是士林北投的议员。一般来说，如果假设市长我们有重大的一些政策需要做地方沟通，你一定是通知所有在地，而且是不分党派的所有的民意代表嘛。不管我喜不喜欢你，对，不管这个是你，这个是一定要到。对你作为一个县长也好，或者立委也好，你要有的格局嘛，你能够倾听跟你不一样声音的人啊。有的时候其实越刺耳越真实啊，但是你不愿意听啊，你连邀你都不邀啊，那也难怪人家会有今天一踹，其实是踹出很多光复乡的这些民众他们的心声跟他们的感受。所以而且在那一场里面。因为没有看到徐榛蔚啊，徐榛蔚你是县长啊，结果是傅昆萁召开那个会议，其实包含他说那是立法委员的座谈会，但是你是地方首长啊，这个是关系到你未来重建的一大笔的经费，不管是100亿、200亿、300亿，难道县长不用在吗？就让所以。花莲人大概都知道，说实职县长就是傅昆萁嘛。那这些人为什么傅昆萁可以召集这些局处长来？如果说啊，我假设我今天我只是一个立委，或我是一个议员，我要找这些人来，他们可能都只是派一些代表而已，他不会到真的局处长会出席。那你就看傅昆萁，其实在花莲的影响力是实质上当然是大于徐榛蔚嘛，所以。我就要讲说，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子做？其实那个当然就是花莲整体的这个结构跟基本盘，让他们可以在花莲这样子做。然后他也克谁啦，就是说台语叫做克谁。他觉得说，不管我现在做的怎么样，我下一次
假设傅昆萁接下来还要选县长，这些花莲的乡亲也还是支持我。经过了这一段时间，这样所有这些，你觉得都还没有改变吗？就是对于花莲乡亲，对于傅昆萁或是许正卫的这个支持，你觉得都没有改变吗？我觉得有一些质变，不会完全没有改变。如果都没有改变，这一次光复的乡亲反应不会那么大，因为民众哈，其实跟他的生命、财产安全相关的，这个是第一要位。OK， 好，所以当你没有办法保护我的生命财产的时候，不要去寄望说我一定要把票投给你。不过现在看起来，来元珍，这是不是另外一个对于傅昆萁或是傅昆萁总召或者许正卫现场，在整个花莲，好，大家有人开玩笑花莲王啊或者什么，在整个花莲的一个危机，从这个处理的过程，它也会演变出这样子。虽然张俊议长那脚一踢，延伸出了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可是政治上的效应会不会像刚才严凤讲，经过光复，经过所有这些有质变，但是不见得质变会这么大，可是它会不会慢慢越来越严重？我是觉得张俊动作太大，就变成政治化了。因为如果说他是很生气，他没有受邀的话，那其实他到了现场，我相信傅昆萁一定会拿一张椅子让他坐下来，然后好好请他发表意见，一定会的。那据说就是现场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有这样跟他讲，就说啊，那议长你来，那你可以带你跟你的代表进来，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嘛。就没有，他就是哇，一大堆人马进来，还举牌子，然后这样踹一下，然后就走了。那你就来泄恨的啊，你们不是来解决问题、解决事情的？回来讲话，而且外面不是有警察？他有要拿麦克风讲话，后来是把张俊议长的麦克风消音了。那我觉得踹。因为我看到后来就变成民进党的就很高兴嘛，因为被踹。怎么又跟我们又很高兴的？跟我们什么事？你什么事要我讲我们？张俊也不是民进党籍的。沈伯洋是不是民进党的？张俊是蓝的啦。沈伯洋是民进党的。不是啊，你用什么事情？对啊，民进党很高兴，我没有讲错啊，为什么你要切割沈伯洋？对不对？沈伯洋就然后就说啊，这个踹啊，一堆我看到民进党人就说啊，很泄恨啊，就是说。很爽啊什么不是？所以民进党的很鼓励大家以后别人在开会就去踹人家桌子嘛。所以这件事情是你们国民党的立院党团呐，你不用，你如果要讲暴力，先去跟你们国民党那些国民党立委讲。我现在在讲踹桌子，我也是在讲这些，你刚刚在讲暴力啊，那是你们先暴力的啊，谁能够比你们陈玉珍还要更暴力啊？小心！通常民进党心虚的时候就会扯别人，这我也习惯。那是你呀，没有。我现在在讲花莲，你扯立院党团干嘛？所以这个就大家就觉得哦，那就政治动作。然后当然很多人就会开始讲啊，那张俊为什么会这样嘞啊？虽然以前挂过国民党，可是因为他现在都比较靠绿的那边嘛。他之前那个萧美琴在选立委的时候，张俊晚上还跟赖清德一起吃饭。然后后来这一次罢免傅昆萁的时候，他也是帮忙罢免傅昆萁。所以这就政治化。我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方法。如果说今天张俊认为权益受损，他到了现场好的，我觉得搞不好也许花莲人会觉得，哎，你张俊你是真心为了我们，结果。搞这个一踹，那就把所有的正当性都踹掉了嘛。所以我觉得他这样踹是撤啦。那徐正卫当然，我觉得这次被打，他也有说之前就说要呼吁中央正视堰塞湖依然存在问题，就是那个堰子口。但是堰子口今天堰塞湖已经溃决，就整个水全部都下来了，然后现在空拍图已经看不到堰塞湖。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中央地方合作就不错啊，因为中央那边有提早跟大家讲说，那个封锁线不要进去，然后那个当地那个秀林乡的课长也都一直时时刻刻就宣导说，两边这个河道两边不要有村民下去。所以今天溃决完了之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中央地方类似这样子就很棒，就是吵来吵去就没有必要。OK， 我很简单补充一点哦。其实傅昆萁跟张俊议长之间哦，那不是蓝绿之争，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纠葛嘛。那如果硬要把张俊推到绿的，我相信严凤会很高兴。多一个山后的这个后山的抢手很高兴。但张俊绝不是绿的啦，他只是他跟傅昆萁不对盘而已，就这么简单。那如果这样把他推成绿的，那真的他们赚到。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张俊不是绿的。另外我讲哦，这种分法就很吃亏啦。赵少康帮说你的中共不要来入侵我们的界选啊，他变绿少康，不妥，我真的觉得不妥。这样子，国民党就是朋友跟敌人那两句名言嘛，是，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跟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你要选哪一种？对，应该是选不是敌人就是朋友。当然嘛，你把朋友都变敌人，你力量越来越弱哈。但是我讲徐正卫这一出
马祖加持，官员谢神，为什么会这么难看？为什么？你说他去谢这个，那好像是那个城隍爷嘛，我觉得没什么不对啊，因为人家捐了他2000个冰箱嘛，我觉得没什么不对。可是呢，妈祖妈祖是谢妈祖，那你谢妈祖没有问题，妈祖慈悲不分蓝绿，一定会给。但是呢，你这一出让人家感觉到你把妈祖提出来。说我们因为妈祖的慈悲不会受到其他的批评的影响，我觉得这就过头了，就过头了，好像你好像透过妈祖照我，你不要骂我不怕，这不对。然后另外灾区现在最缺什么？重建跟物资了。然后你一切都要围绕在这个地方，那协调会重不重要？他说2000台冰箱啊，冰箱跟在花莲当地跟光复乡开重建的相关的协调会哪个重要？你住冰箱应该留在那，你应该留在协调会嘛，要重建嘛。然后另外谢谢的方面也不够聪明。你在那里谢谢谁都可以，你谢谢原资，谢谢史旭好心都可以谢，甚至你点几个绿的来谢，我觉得这才聪明。只有一个人不可以谢，傅昆萁。那你老公你在谢什么啦？不是他，其实我相信他主要要谢的就是傅昆萁。对，就不能讲，你全部都点。聪明的话，蓝绿都点，蓝的多点，多点一点，然后绿的点个1-2个，聪明。那你傅昆萁你不要点嘛，这叫内谢不避亲。对，内谢该避亲，就是要避嫌。然后我最主要讲为什么大家对冰箱是这么生气？2000多个冰箱，2000个冰箱，2000个冰箱，花莲光复1000多户，一户分一个都还有剩。为什么灾民说有啊？公告我有看到，我家没有。你这怎么说嘛？你会让大家这不是信仰的问题 ，OK， 是物资接受、行政分配的落差。我觉得这才是该改变。所以，如果你让一个这个政治的场合，又透过神明来帮你所谓的包牌，或者帮你做这个加持，非常不聪明，而且还要对自己谢谢，一定要避掉自己的老公，否则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来，邻居。张俊跟傅昆萁有没有恩怨？那个从大罢免就开始，对啊，他很早就有嘛。你说有没有原资认为说这个他有点失态或者怎样？我也认为这个其实老实讲是焦点模糊掉所以喜欢张俊讨厌傅昆萁会觉得 OK。但我就讲就是说这个画面，我就换一个方式想好了。如果今天新北市市府这些，然后原资是立委说今天要召开一个，结果原资坐在正中间的席位主持会议，然后旁边市府的官员侯友宜谁坐在两侧，你不觉得这个画面很奇怪吗？他要选市长，因为主导还是要由市府嘛，就是你整个的资源，因为市府才有行政权。我相信原资不会就自己说，来，不好意思这国会在这里开会，我原资要坐在席次的正中间，不会嘛？对，我理解，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在那个场合里面，因为他其实谈到的是重建，重建立法委员没有资格重建你哪有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是县府嘛。林我补充一下，他是要讨论那个从特别条例。来，我就来讲这件事。大家都在说27号那一天，对不对？来，我给各位看，27号那天场外聚集了多少人？有媒体报道说将近300人。你知道这300人怎么聚集来的吗？你以为是张俊绕来的吗？不是。这是当天。花莲在地的人所传的讯息，他们传什么呢？目前得知副立委与郑立委邀集各地方政府与村里长，将在10月27号周一改时间，提早到下午1点半举办这个重建座谈会。他邀请了谁？他邀请了村里长，他确实没有广泛邀请灾民。所以对一些人来讲，他会觉得说，你找了村里长。那你今天找了村里长，那后来张俊之所以进去，是因为他看到你其他议员你也邀了嘛？我是光复的，为什么不能邀？他有没有个人情绪？有。但来，我给各位看下面的这一个，真正那一些人是被这个招起来了。你看他们的用字，他说这一场灾难，大家经历了这些东西，现在大家心境在政府给予政策不明的重建路上。所以他们邀集说，这是我们共同的灾难。大家在10月27号下午12点50分，所有的光复乡受灾户各族群代表上班携手到全联对面停车场集结，大方走去会场。那些人是这样聚集起来的。大家一直在 focus 光复嘛，对不对？你知道那一天在场外的有很多人是哪里的？你知道吗？马太安部落。为什么马太安部落会去那边？因为很简单，刚刚在讲重建嘛。刚刚元之说这个是一个重建嘛。这几天如果大家看到花莲县府有一个议题叫做迁村。
马太岸部落的很多人其实对迁村的这件事情，就是跟县府抱持不同的立场。你们讲迁村是叫他搬走，他们希望是有中继屋，这一块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当他们听到说你今天要做这个特别条例，因为特别条例里面就包含这些钱嘛，就包含这些东西嘛，他们当然会觉得就是说，那如果今天要讲重建的话，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办法受邀？结果他们原先认为说他们可以集结大方的走去会场，结果到了门口被人家挡住，被人家挡住，你认为他的心情会怎样？我老实讲。我敢讲这一段话，是因为我们直接去找了当场有在座，我不能讲说座谈会里面傅昆萁邀的没有灾民，因为他确实有，村里长也是灾民嘛。可是对于门口的那一些他进不去的那些人，他其实真正诉求就刚刚元之所讲的那一块，我赞成啊。他说国外要去争取特别预算啊，对你这些东西。可是当你真的预算，他对于灾民来讲，你并没有符合我的需求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能表达心声 ？OK。张俊的那一脚确实啊，讨厌傅昆萁的会觉得很爽啊，可是他并无助于解决现在这一些民众，他对于你这个人家写到什么程度，写到政策不明写到这个写到说政策不明的重建路上，所以他们不能沉默。我就讲嘛，你花莲县府今天大家要大动作了，一大堆官员坐在那边，我老人那就是配角啦，那就是配角啦。你花莲县府今天大家要大动作了，一大堆官员坐在那边，我老人那就是配角啦，那就是配角啦。今天傅昆萁要去召集这一些人，要去说明，我也觉得 OK 啊。可是请问这个钱是已经下来了吗？也还没有吧？也还没有啊。所以你在这个阶段里面，我认为他应该可能想让光复乡的人知道说，傅昆萁有在努力争取，也在这样。可是我就讲，大家真的要回来看看那一群在外面的人。他们长期经过几次的座谈会之后，他们表达他们希望有中继屋的立场，但是县府就一直告诉他迁村。你觉得他为什么到时候会有这些情绪吗？敏凤，第一个，这中间又牵扯到刚刚讲到，那傅昆萁的总召他们不是连徐正伟刚才在感谢都讲说，要在那个立法院要提出包括200亿的什么特别预算这件事，所以他会摆在这个里头。纪连成，各位记不记得纪连成那时候在应变所就是有召开一场会议的时候，我印象中啦，也有人有一些的意见，纪连成就说你们派代表来，就让你们表达。这风灾，大家看到光复那时候被整个风灾跟所有那个已经弄到那个样子的时候，所有的状况的这些让灾民表达心声或什么，当然傅昆萁讲的是我不可能让8000多个人全部都来嘛。我又不是在那个地方看，在一个大体育场、大操场拿麦克风这些，可是尽可能的让不管是代表性的，或是像我刚刚讲记得那种，如果要大家推一个代表来表达意见，就算你是灾民，当然应该讲话。地方小，可是声音要出来，应该就是这样。可是整件事怎么会搞成这个样？搞到全国都在看那一角。是啊，不是啊，那你就是有代表性人，这张俊跟那个蔡仁进是议员，何况张俊还是议长，没有代表性吗？他们就是灾民啊，他们就是受灾户啊。那你既然这个整个会场里面没有这2个人，那你在开什么立法院啊？就是去香港啊，我代表中央政府，然后我傅昆萁在哪里，立法院就在哪里吗？这是什么立法院？就是你跟郑天才2个人是。这在的场合就叫立法院开会啊，所以别人就不可以进来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没有道理啊！何况你讨论的是这个所谓，如果你讨论的是这个200亿的这个特别预算，大家就会对你很质疑，因为你特别预算里面特别就讲，大家是说你前阵不是有这个丹纳斯台风吗？大家是说大家就是比照那个丹纳斯台风做就好，可是他偏偏要编一个这个地方的堰塞湖的这个200亿的预算。那200亿的特别预算里面呢，还特别说，如果有些经过大家同意的话呢，这个土地的什么权利，它地方政府有强制权。这又扯到土地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移动的对迁村还有这个所有权的移动，它有绝对权那所以说，那张俊的意思就是说，那有些人就像任俊讲的，有些人要迁，有些人不要迁啊。
因为有些人就说我只是要去中继屋，然后可是我还是要回来。可是有些人就说我干脆离开这个伤心地，因为我死太多人在这里了，所以呢我就离开这里。那所以意见要整合啊。那如果你像张俊这样有代表性的人，你就没有办法把他纳进来开会。那你怎么整合这个意见？然后张俊作为议长，他说你叫中央付200亿的这个特别预算，可是经过明年的这个财划法之后，你花莲会增加100多亿的预算的，然后你在115年的花莲县预算里面只字未提光复乡的治水预算。跟这个整个复建的预算，所以大家引起很多的怀疑。所以我说张俊这个虽然说可是他也没有踢到你啊，好可惜啊，是没有踢到你，还是说怎样？那反正他就踢到公务，那顶多就是毁损公务，可是公务也没坏呀，所以那脚就那个不知道告什么，他就是告了6条，告了6条，我真的很厉害，这种没有踢到，然后公务也没坏就可以告26条，显然不简单嘛。所以说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是进步2读了，到时候你就看国民党立院党团，你到底要提什么这东西出来，你要怎么过嘛？你整个这个所谓财划法过之后，整个这个花莲预算暴增 ，OK， 然后你要从中央又挖200亿去，然后你本身明年的年度的预算，连光复乡的复建1毛钱都没有，半毛钱都没有，你交代得过去吗？一中，那整个可是你看那个做傅昆萁人讲，还是有议员出席，还是有什么这些，可是有一些是跨区的议员嘛？是为什么？大部分都是跨区的议员，好不好？听话的，对，就是他真正，你看花莲可以分成北区、中区跟南区。那这一次我们讲光复乡那个算是中区，那中区的代表的议员就是议长张俊跟另外一位议员叫蔡依进，这两位都是受灾光复乡的议员。结果最受灾的这2位议员没有受邀，然后他找的都是北区跟南区的这些议员。那他其实他是排除掉，不要跟张俊本人跟张俊好的是不能来。然后跟民进党好的这些议员都不能来，然后剩下就是他们国民党这些议员。不是你平常我们讲实在话，他的前一天那时候郑丽文是不是到花莲去搞了一个什么国民党的团结？那是你们党部自己开的。那你们要门关起来，国民党要怎么讲？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接受，因为国民党对。但今天这个不是呢，这个座谈会是涉及到这些光复乡的这些受灾户将来那个资源钱怎么分配。然后结果第一个他不让张，所以人家网友说花莲梅西一脚踹出了花莲的这个黑暗面，就是真正的黑暗面。然后第二个，这里面还有人提到，就是说这些议员也不一定是真的那么想去，因为恐怕潘建博也逮鸡，那个是北区跟南区，他又不是他的管区，他们去干什么？他们有一些听说有一些议员私下来对傅昆萁很不满啊，3字经嘛只是他妈屌，但是他们也是怕，因为傅昆萁的这个傅氏王朝经过这次大罢免没有倒，他还是很稳。引爆个是这管定啊，未来的管定是不是傅昆萁或是谁，还是等于他们傅氏王朝还是在，还没有倒。那你看那个画面，就是大家讲就是说。这就是那天我们大家讨论的画面。另外，它是叫做灾后特别重建的这个座谈会嘛，当然是郑天才跟傅昆萁。但是重点是，你看傅昆萁填后边，后面全部都是花莲县政府的官员啊，管定早得。大家说，县长怎么不见了？县长跑台北2趟了，一趟去城隍庙。其实那个徐正惠去2趟了，一趟是先去台北的城隍庙，那城隍庙捐了1800台的洗衣机，然后另外就是今天早上是松山石油工捐了2000台，没有1120台的那个冰箱。冰箱。可是问题是我们讲就是荒谬嘛，因为这件事情是涉及到资源的。我不管你老婆是不是空壳子，是不是人头，那我们是歧视。但重点是这件事情那么重要，可是可以任由傅昆萁。他想要干嘛就干嘛，好，那所以为什么那些受灾户很可怜啊？就是政治上你有什么攻防你家的事，但是我刚才讲，那傅昆萁就丢嘛，就说我怎么可能找8600个人都来吧？场地也放不下啊。对，所以我们需要代表，所以为什么你找村里长？为什么你找这些代表啊？张俊是不是代表？他是议员啊，他是在地议员，他不是代表吗？可是你们都不让他去，所以为什么大家就愤怒？所以最后我们讲一句话了，真正的是人讲的。过去有个电影叫《东邪西毒》。现在网络上有个成语叫做东徐西卢，东边有个徐祯卫，西边有个卢秀燕，2个都是就是 trouble 啦，都是搞
一个草包一个乱搞，所以现在才会大家讨论到现在整个，所以我们真的为花莲人感到举一把同情的，说受灾已经够可怜了，然后还要忍受傅昆萁在那边就是只手遮天，然后大家底下议员还不敢讲话。OK， 当然这整个来看，花莲未来光复的重建之路一定是路途遥遥。那所有的目光的焦点，希望大家要关注在这一块，能够大家盯着那看花莲光复能够走上重建之路。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来仁俊，黄昌总召的，我们讲周刊昨天报的东西，你也看黄昌的回应，他是直接讲编故事，叫周刊的记者，不是叫记者啊，就叫他们镜周刊要道歉啊，要做这些，但很多是包括李丽娟，就你很多的这些连到最后，就多少感觉上就是跟黄国昌，你不管你如果不认识，你太太的户籍为什么会在他的那个房子里面？很多类似这些。今天又有那个，就是昨天不是还讲有一个安亲班，对，是吧？那个安亲班，然后包括什么商标的申请的人啊什么，反正整个兜一兜，你又跟黄国昌会有关系。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哦，就凯斯国际看起来名义上登记的负责人确实不是黄国昌，当然，所以黄国昌他应该不会笨到像这个某个政党去帮人家公司宣布要解散营业不好意思，我忘记了，那政党就他的政党叫民众党就他其实不需要去回答凯斯国际，这个我其实认为，因为他跟他无关嘛可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事实上是周刊每个礼拜都在问不同的问题，对。但这不同的问题背后连接到的是这个所谓的凯斯国际，他之所以去帮黄国昌出这些所谓的这个薪水，出这些东西，而这些人是在帮黄国昌做事的话，那这个你总要回答一下，你可以不用管他公司的营运，但你总要讲一下，因为你毕竟现在是个政治人物，而且你没有否认你在担任政治人物之后，担任立法委员之后，你持续在做这件事。因为当有记者问你的时候，你说对我就是在接弊。当立委之后，你还在 ING， 所以黄国昌面对很多的问题，他其实的一个回答都一样。他的回答是什么？他都说我只有一个问题，周刊你什么时候要道歉？永远都是有这个。可是别人的问题有很多个不然那你刚刚讲到说这个又是四叉猫他真的很坏他真的也蛮闲的一天到晚你看去找这个黄国昌相关的东西。他就说呢，这个高辉因为之前这个周刊有报道嘛，说他的这个在那个什么安亲班什么什么甚至说什么李丽娟这个还说什么说李丽娟第一个她是一个安亲班的老师，但是说她任职的这个安亲班无照然后又说什么高辉他们这个公司什么的又什么同一个地址什么的，那结果四叉猫爆料就说下个月呢这个安亲班呢不续租要搬走了理由还不知道甚至还有媒体我看到有人就特别写说那个安亲班戒备森严什么门口4支监视器然后呢还有什么大门深锁紧闭或什么的那我讲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无牌照的安亲班，他是真的赶快要搬走，而且要结束营业，别再搞我看到有人就特别写说那个安亲班戒备森严什么门口4支监视器然后呢还有什么大门深锁紧闭或什么的那我讲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无牌照的安亲班，他是真的赶快要搬走，而且要结束营业，别再搞如果是不合法的那你如果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有法规，对于安亲班，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安亲班是要装这个监视器，他要装，而且有保存的时限。有保存的时间，这时间都必须要有但是黄国昌对于这件事情看起来也没有打算要回应他也没有像上次一样很慎重的去问他的太太，请他的太太去问他的妹妹，再由他的妹妹来回答，告诉他的太太，他太太再转告给他，很复杂，对不对？就是小姨子嘛但他喜欢用这个方式连结他就没有再去讲说有一些阅兵故事，所以我觉得对外界来讲其实很简单这个李丽娟跟另外一位。李丽娟算是什么？黄国昌在很多东西属于台面下的人，也就是他看起来帮黄国昌处理了很多，不管是私事或者是公事上面，因为这是周刊质疑的，大家其实都希望黄国昌你回答有或没有嘛。如果你就讲一句，对他就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然你咬我他愿意出，我有违法吗？也 OK 吧我认为在法律上也 OK 嘛。但
但是黄国昌用这种故弄玄虚的方式，然后其实不回答，只要求要人家道歉，就让这整个事情让大家就越来越好奇，跟越来越质疑嘛。严某，那个安亲班包括有没有立案，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市议会应该有人一定会很关心，会去问过相关的一些的问题。可是黄国昌就刚刚任俊讲，有很多事情在大家看起来其实很单纯的，就是回答 yes no 有没有，然后认不认识，然后重点就是我有违法吗？我不行吗？为什么你们大家要这么好奇这些事？就像他骂周刊说，人家不是公众人物，你们干嘛去拍人家那些什么？可是黄国昌很多问题用了回答的方式就是。譬如说，学籍的问题有没有小杨有没有在美国，然后一直到现在所延烧出来这些，所以大家就开始把所有的网络连，只是那个蜘蛛网怎么连都会连到他。对，这是大家社会大众现在对他的疑虑嘛，就是说我给大家看哦，我讲说这个黄国昌，这是我做的图啊，就是打造自己的党政媒一体的金权帝国哈。为什么我做这一张图？你看到他的这个凯斯国际。刚刚有讲为什么连，比如说这个李丽娟看起来应该就是跟他们家族非常熟悉嘛，所以他才会他老婆跟他的小孩的户籍，包含他小姨子的公司的登记，怎么都会跟这个李丽娟有关。那李丽娟又跟什么有关呢？又那么凑巧，又跟谁？这个谢信恩，好，他们就是变成说谢信恩现在已经被中央社等于是开除了嘛，然后再来呢，又跟民报有关，然后又跟求真民调又有关，这一切又绕到黄国昌的身上来。所以，我讲黄国昌昨天在那个记者会里面要求这个《镜周刊》要道歉。我先讲，其实《镜周刊》上个礼拜报道，其中有一个就是说讲黄国昌他岳父盖的房子嘛，在大安区，说有公安疑虑的问题。黄国昌第一时间怎么回答？他说：“这个就是周刊乱写，然后对我还有整个家族进行什么泼粪，他是讲的很难听哦。那我当然身为市议员，我也去问了监管处，如果人家是清白的，你就要还人家清白。一问之下，监管处早就已经去稽查过了，不是因为我才问他们才去的。结果就回复我说，确实他们去现场看过，就是违规的状况，而且违规的内容还不止一个原因。那昨天记者问黄国昌，他怎么说？他说：“我依法行政。那你一开始你怎么不承认这件事情呢？你明明就知道啊，你也说谎啊，你选择帮你的岳父的公司护航啊。人家买那个房子是动辄都是2000多万起跳，你卖这一种房子给人家，那你身为打着居住正义的黄国昌你不用道歉吗？然后你反而需要求这个《镜周刊》说要道歉。如果《镜周刊》现在可见他报道的是事实啊，那《镜周刊》为什么要道歉？好，那第二个我讲我觉得我呼吁一下柯文哲好了，我觉得柯文哲你有可能就是被黄国昌卖了，还在帮黄国昌数钱。黄国昌你自己去回想，就是说柯文哲自己去回想，他自从跟黄国昌友好了之后，他的人生真的是走衰运，你知道吗？一路的关灯真的，你知道。我讲这个狗仔这张图又可以拿来讲狗仔。请问那时候陈佩琪被报道说去看豪宅，是哪一个媒体爆出来的？林传媒，是不是又跟黄国昌有关？求真民调又跟黄国昌有关。然后呢，黄国昌你现在从柯文哲的身上捞了什么？捞了一个不分区立委，捞了一个党主席。那请问你？这个柯文哲，你跟黄国昌变好了之后，你身边剩下什么？如果这样讲，来，元真，对你们来讲的话，好，我知道蓝营有很多朋友讲说不是嘛，你们要就拿出一刀毙命的东西来，在那边绕了个半天，蜘蛛网缠了个半天，那到底缠出了什么？跟黄国昌有关，然后呢，黄国昌你现在从柯文哲的身上捞了什么？捞了一个不分区立委，捞了一个党主席。那请问你，这个柯文哲，你跟黄国昌变好了之后，你身边剩下什么？如果这样讲，来，元真，对你们来讲的话，好，我知道蓝营有很多朋友讲说不是嘛，你们要就拿出一刀毙命的东西来，在那边绕了个半天，蜘蛛网缠了个半天，那到底缠出了什么？可是所有这些换另外一个角度讲，就黄昌需要多多少少讲一些
譬如说，都已经讲李丽娟跟他们这些关系，他需要透露这一点吗？另外，刚刚讲好，不管你讲说是不是玄学，不是什么，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未来一定就是蓝白合，然后2026、2028这样下去啊。国民党对于黄昌总所有这些的案子间，现在态度到底怎么样？我平常讲啊，就是国民党真没有很关心这件事情，因为对，就是包括就是大家怎么攻击他。然后他怎么回，其实大家都不是很关心，因为目前就是没有一刀毙命的，真的就是没有。那我们也都知道，民进党现在都是一直骂黄国昌嘛，所以我们也不会很 care 这个事情。是国民党现在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黄国昌有一件事情不错啦，就是因为现在中选会的委员，照道理来讲，早就应该提过来立法院，但是一直没有提。然后结果黄国昌自己爆出来，就是说，原来行政院有打电话给黄国昌。问他说：“你有没有推荐的人选？推荐个1、2个，好让行政院来。这个结果他只有打给黄国昌哦，没有打给国民党哦。照道理来讲，如果你行政院是希望尊重在野党的意见的话，那你应该黄国昌也打，民众党也打，国民党也打。就他只有打给黄国昌，他其实就是两手策略啦。一方面民进党一直骂黄国昌，另外一方面又私下又说：黄昌，其实我们骂你是疼你，那个我们这个你如果说你建议的人选，我也是可以理你的。两手策略要拉拢嘛。但黄国昌就直接讲出来啊，就是说你如果要不要吃再打来，要就发公文来，然后要征询就是连国民党征询。这件事情我们觉得错。这个请问国民党现在到底是抱入党潮，还是像赵少康讲的说郑丽文当选以后，那有蛮多人想要退党，到底是哪一个？赵康好像没有，赵康说这个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就是大家去查好像没有这件事。那入党潮有人有讲但我觉得多多少少啦，都不会是一个风潮啦，可能真的有人。郑丽文当主席之后，会觉得说，国民党会不会就是从此摆脱老化了啊？然后加入国民党，看有没有耳目一新？我觉得有啦，我觉得也是有啦，但是这都不多啦。重点，我觉得，因为他还没上任啊，也许他上任之后很棒，那加入人会更多。国民党的基层可能会更关心入党潮发生在哪些地区，因为基本上。接下来可能会影响的是，如果你要进行民调的话，你这个7比3的那个比例里面，当你地区里面大量的有人在同一时间入党，它就会影响接下来的提名。来，敏凤，那郑丽文当选，如果真的上任以后，国民党会报入党潮吗？入党的话，就是有特定的人会帮他入党嘛。但是呢，正常的人是应该是不会入党啊。依照这种人事布局，看起来是很恐怖啊。所以在未来对国民党来讲，你觉得是？我觉得你所有你现在摆出来的副主席不是红的，就是很老的啊。那我觉得对一些正常的选民是有什么吸引力啊？我完全不晓得。如果譬如说这个某个团体什么。也许就是帮他拉点票，拉点人进去，拉点人进去以后，那是要为什么？不过郑丽文本身就是品牌啊，他说我就是王牌啊，有我在，年轻人就会进来啊。来，将军最后30秒，我讲入党每一个党主席新的党代表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票人入党，1000个党代表，一人拉个就1000人了。所以我讲入党潮有多少人，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郑丽文主席未来能不能抓到台湾民意的主流，这才重要，否则。再多党员，还是党员。在所有民众所关心的事情里面来讲的话，当然大家刚才讨论都是民众特别关心的，尤其花莲光复到底未来怎么样走上重建之路？非洲猪瘟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已经挡住了所有的讯息？是不是真的公开透明到让民众都已经了解到整件事情未来是怎么样的？中央跟地方要怎么样一起合作来面对非洲猪瘟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